各位老板们，如果今天你有预算想要几万块买到一台 Mercedes-Benz W205、Mercedes-Benz C200 Avantgarde。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我的老汉推车行的介绍系列啦。今天要跟你们介绍一个2016年大号为 W205的 C200 Avantgarde。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辆车是14年推出在马来西亚的。头一帮的 Avantgarde 是很难看的，它的轮圈17寸，然后它的包围呢那些是很昂个的。结果15年左右呢，它就做一个小改款，然后就把它的包围跟轮圈都换掉，比较接近 AMG Line 左右。只是它的 bumper 的左右侧就少了那个酒窝，但是这个排气管就有收出来了，它很接近 AMG Line 了。只是它的轮圈呢，就对我来说稍微长得不好看，没关系嘛，这个可以改的嘛，我们买车都是改的嘛哈。如果你们看了我今天这个视频呢，对这辆车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来找我去试驾，还有来看看这辆车。 这辆车2016年到现在已经10年了啊！现在的原装里数走了16万多左右，整个车况是很美 ，engine mounting 全部换过了的 ，blower arm 啊 ，absorber 啦，轮胎啦，全部都是全新的哈。然后车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可能它跑高速公路比较多，前车头的这个 stone chip 比较多了一点点，整个车尾啊，还有它车身全部都是美美的。最主要这辆车的车牌是86号，是跟着出的。有兴趣吗？有兴趣要赶快联系我看这辆车。如果你觉得你想要买 AMG Line 的话呢，我也是有。今天如果你对这些 AMG Line 啊这些 cosmetic 的东西没有什么要求的话呢 ，Avantgarde 其实也挺不错的。想当年 W205啊，在马来西亚真的是蛮好卖的。当时它有推出一个叫 Exclusive 的，它的 logo 是立标的，那个比较老啦，所以很少人会买，多数都是买 C200 Avantgarde 或者是 C200 AMG Line 或者是 C250 AMG Line 的啊，那些就看着更帅气，有没有？可是对于这些运动套件来讲，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主要是我觉得这一个 W205的样子非常的经典而耐看，尤其是它这个圆润的车身。当年的 S Class 一出了这个款式之后大受欢迎，结果奔驰呢就拿着那个设计放在它的 C Class 上面，很适合年轻人的这个造型。车头长一点，车尾偏短一点的话，这样子的设计我觉得是黄金比例啊，把这辆车的运动化还有年轻化，把它所有的体现出来给你看。虽然这辆车不是 AMG Line， 可是前后的轮胎的尺寸竟然是不一样的，前面用着225/45/18，后面是用着245/40/18，这个轮胎是不能前后对调啦，有些轮胎呢就可以左右对换这样子啦。这辆车的通病呢也是不多的，除了漏油漏水，这个是德系车的一些通病，但是这辆车已经完全做过了的。最重要是这辆车的引擎是代号为 M274的一具2.0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这台引擎呢是公认的奔驰最耐用的引擎来的。这个引擎可以在 W205的 C Class 看得到之外呢 ，W212的1250、1200那些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你很少看到这些车会 parking 在那些修车厂。有开过这些车的人都知道 M274是一个非常耐用而且很好照顾的一副引擎来的。184匹马力，300个牛顿米的扭力左右，够不够用？日常生活绝对够用。这辆车16年的时候呢，还是用着 7G Tronic 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引擎盖上面的 logo 呢是偏蓝色的。后来呢，在做小改款之前呢，这一代的 W205啊，它其实有推出一个 9G Tronic 的9速的。那怎么辨认呢？你就要看它的引擎盖上面的这个 logo 咯，是黑色的，还有它的轮圈上面的 logo 是黑色的，它就是 9G Tronic。那一批很少有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只有1年的 production。后来呢，它就做小改款了，车头灯、车尾灯啊，里面的中控内饰啊，全部都是全液晶仪表。过后的 C200也没有再有2.0了。在后来2020年左右 ，C200才有 AMG Line， 而且配搭回这个 M274的2.0公升的涡轮增压，那一批真的是非常的少。所以你讲到这款 W205啊，其实经历的很多。如果你真的要我讲的话，我面对面才可以跟你讲，用打字的话，我真的讲不出来它到底经历了什么。主要这个视频今天来分享给你们知道，主要我们手上现在有的好货。这个钥匙呢，它是没有无钥匙进入的，可是有无钥匙启动啊，这个就是 C200， 因为它比较入门级嘛，250啊以上啊那些都是有无钥匙进入的。然后尾箱的话呢，除了那边有个电磁阀之外，你的钥匙都是可以打开这个尾箱的，所以它是用弹簧的哈，所以这个整个车尾箱我也不需要多说，之前在我这频道也介绍过 W205的 ，OK。然后我也讲过，我非常喜欢这一个 pre-facelift 的这个尾灯，所以它像蝴蝶似的，晚上看起来是比较好看啊。facelift 那个像一个 L 的，我就觉得简单太多了的。
16年到现在已经10年了啊，如何辨认出来这辆车是不是真的有在照顾这辆车？你看了内饰就懂了，后面基本上是很少做人的，这些皮啊都没有刮痕，很美啊，这个内饰啊完全都是干干净净的，所以这一批的 C200 Avantgarde 啊，从银色内饰换成了这个。OK， 类似像木纹这样子的，这个内部空间我也不多说哈。对我身高173的人是可以坐得下非常舒服的，只是说它的椅垫是比较偏短。驾驶员的腿部呢是可以扩展的，你只需要在你的门旁边，它都是电动的啦哈。如果你买 F30，它是手动的 M Sport 的手动的。这张椅子呢跟 AMG Line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分别啦，最大分别就是它这个腰靠这边 AMG Line 会比较凸出来一点，还有这个地方有3组的记忆座位，副驾驶也有3组的记忆座位，这个就是本地版的 C200 给到的。如果你买 Recon 的话呢，或许它没有选配的话，左边都没有电动调节的哦。之前有讲过这台车哦，它其实是可以把这个 push start 拔出来的，你不要把它弄不见，弄不见的话跟钥匙的价钱基本上1000多块跑不掉。你选择要插钥匙来打着引擎也可以，如果你不要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装回去 ，OK， 然后踩下刹车 ，OK， 我很喜欢这辆车的开关门的声音哦，给你们看一下。因为现在的 W206的关门声音，我不觉得有这样的声音啊，我不记得有这样的声音啊，因为简直的这个比较听了比较 solid， 我还是很喜欢，而且我的客人跟我买过 W205的都跟我说，他就是因为喜欢这种声音，听了都比较 solid。方向盘的上下坏了，但是我们可以去弄，前后是没有问题啦。W212啊跟 W205啊都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来的，这个小问题罢了，我们都可以去弄的。内饰呢一点都不吝啬啦，它不会给你感觉到很阳春，因为这个内饰呢是木纹的。之前2014年一推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当时是钢琴烤漆黑色的，很容易会花，有没有啊？这个木纹呢就比较耐用一点啦。讲真的啦，这台车的空间没有很大，因为毕竟还是 C Class。还有一个我们会投诉的就是，因为它变速箱在这边嘛，所以这边凸起来的地方也蛮大的，所以我的脚可能会靠到旁边，这个可能没有这么舒服啦。通常我脚会这样子放会比较舒服一点。这个方向盘也是可以改啦，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可以改最新款的有 Touch 的。这个仪表呢，虽然不是全液晶仪表，中间有一个彩色的显示啦，你可以换一些重要的，比如说它的油耗啊，还有就是 Radio 啊等等的 settings 啊，全部都可以在这边啦。就没有 Apple CarPlay 啦，你可以去外面改，后面还有一个遮阳帘，里数将近17万左右吧，将近啦，都有好好的去 service 这辆车啦。有些人会问我，这辆车难不难保养？其实它不难保养，只是说你是从什么车升级上来。当有些人会问我保养费贵不贵的时候呢，我就只会问他，你是从什么车升级上来的？如果你习惯驾 Myvi、Asia、Beza， 你一跳进来这辆车肯定会觉得很贵。很简单一个道理啦，这个轮胎18寸，一条轮胎至少500-600块，4粒轮胎都2000多块了嘛。哇，我平常驾 Myvi 啊、Beza 一粒轮胎才200块嘞，这个就是那个分别了，你懂吗？但是如果你开惯 Mazda 6啊、Accord 啊、Camry 啊那些车的，你上得来 C Class 啊，你可能觉得这辆车贵那一点点罢了。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分别了。所以你问我贵不贵，我不懂怎么答你。我再举个例子啦，平常 Myvi 换一个黑油200-300块就搞定的事情，很便宜吗？一下子跳到这辆车换一个黑油要500-600块哦，哇，贵这样多咩？很简单的道理，因为这辆 M274的引擎哦，它就是要7个 liter 的黑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7个 liter 黑油嘞。但是 Myvi 只需要4 liter 罢了哦，所以你开的越大台车，你会感觉到它的保养费会贵是正常的，所以就看你能不能接受那个保养费哦。开大车肯定是贵过小车的啦。如果你们觉得这种保养费贵的话呢，还是乖乖开回 Myvi、Asia、Beza 就好了。但是当你坐进来这台车的话，第一点就是它的椅子是非常舒服好坐的，还是有坐奔驰开宝马的这种形态。我觉得当年这个年代的车到现在还是很耐看的啦。6万多块你就可以带回去一个 D segment， 然后而且是 C Class。这个地方通常到了一个年份都会磨损了，可这个车主还行，照顾的蛮好的。还有就是这一系列的按钮，还有一个就是非常经典的打开车头灯呢是用转的，这台车有 Auto 啦，所以我们经常放在 Auto 就可以了。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的，好过现在全部用 Touchscreen 的，对不对 ？I like old school。然后这辆车呢，其实内饰也有气氛灯的哦，就是很小的啦，在那个手把啊，只有3种颜色，看到吗？白色、橙色还有蓝色。我个人觉得橙色会比较经典的。这个冷气出风口原装，因为很多人很喜欢去改那种有颜色的嘛，看起来更加新款了。但是我觉得太多花俏东西，我现在老了，我不是很喜欢啊。冷气的按键啊这些，它还是有保留着的，不是全部都是 touchscreen。OK， 我们今天在一辆2016年的马来西亚新车，当时候买回来的。
Mercedes-Benz C200，Avantgarde 啊，因为讲真的，我们很多年轻人买Mercedes 也好，BMW 的好，我们都会选择 M Sport 或者是 AMG Line 嘛。那 AMG Line 的 Mercedes-Benz 呢，就看起来呢就更加年轻，更加运动化一点哦。首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方向盘有一个 D 型的方向盘，就不像这个圆形的咯。这样我们以感官来说，看下去那个车都会舒服一点哈。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座椅咯 ，AMG Line 的座椅呢会比较有包覆性一点，可以调那个你的腰部啊、支撑啊，那个旁边的腰啊那些的支撑啊，哇，讲真的坐起来的话都是很舒服的啊，只是它支撑性比较够一点。那如果你说我们今天买一个 Avantgarde， 这坐起来是有什么分别呢？第一就是我的腰部那边就舒服了很多了，因为它比较没有这么窄。然后座椅呢，这个还是可以做扩展的哦，然后头枕也是可以扩展的哦，所以坐起来都是挺舒服的。方向盘握起来的感觉也是一样，只是它没有D型罢了嘛。那当时 C200呢，这个小改款 ，OK， 我们没有讲 facelift 那个灯像 L 型那个啦哈。这像我现在这个年份的嘞，它里面就升级了。本地版升级了这个中间的木纹给你，旁边的木要不然以前是一个银色的，记得吗？银色的饰板就看起来更加的 Gosong spec 那如果像这台车没有 AMG Line 的话呢，我觉得这辆车开起来真的是挺舒服的哦，车脚没有什么声音的哦，然后很像在开一个很普通的家用车这样子，因为 AMG Line 怎么说，它的屁股都比较稍微的跳一点的。而且它的跳度是我可以接受那种我很喜欢的跳度，反正现在新款的 C300W206的 AMG 呢，就好像哎呦，整个车好像没有 AMG Line 的那种感觉嘞，太过舒服那种了，就好像现在驾这个Avantgarde这样的原理这样的哦，这样感觉一样的哦，就没有那个灵魂去啊。反正我很喜欢 W205，它不管是它的外貌内饰，我都是100分的，我给它。然后我今天是我头一次，也是人生中第一次驾 C200，没有改过原装避震，原装的设定，没有 tune 过那些。其实坦白说，它是很好驾的。首先就是说它的避震器啦，也没有什么 king 空空的声音，因为这辆车的前车主车脚全部做完了 ，absorber 换了 ，absorber link 啦、lower arm 啦，全部换过了。轮胎也是新的。再来就是很多人当时比较嫌弃的这款的 7G Tronic， 这一款在18年左右吧 ，OK， 它 C200、C250、C300 全部换上了 9G Tronic 9度牙的那个呢，就坦白讲，它的齿轮也比较密啦，然后换挡的逻辑跟它的那个速度也是比较有升级比较快的。那 7G Tronic 呢，很多人说它换挡有顿挫感，那坦白说，如果你没有在踩大油的情况下，你像我这样子顺开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除非OK， 你把它换上了运动模式，或者是你用换挡模式，那它换挡之间会有那种顿挫感，就好像你今天去驾一个 BMW 的 M4 Competition M2 还好 M4 Competition 那些它换挡的时候也是会有那种推着你出去感觉。Ferrari 的 F430它也是一样那种会推着你那种感觉，可是这个也要取决于你个人喜不喜欢，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啦。我比较运动化的人嘛，就要去接受咯。如果你喜欢这辆车的外观内饰是很符合你的，但是驾驶那边就少一点点东西，就要看你的心中拿捏是多少了啦。就如果你坦白讲你真的好驾的话，我会选 F30啦 ，BMW 怎样都是 BMW 嘛。Driving machine 来的，它的整个操控，它的油门反应，它的换挡的速度，全部都是 perfect 的。只是说它的内饰 F30内饰就没有像这辆 W205这么好看，这么精致。W205跟它摆在一起W205就是一个比较豪华的车，这样子很 mini S Class 那种感觉。而且你看这个2016年的车我到现在里面内饰没有声音的所以记得买这种车OK， 很多人是想要去升级那个什么气氛灯什么，到时候你要拆 dashboard， 一拆了可能不包括啦，可能是一定会有一点点少许的那种叽喳声这辆车没有，这里面没有声音的，然后风声也还好 OK。现在我是 Comfort Mode 啦，我还是一样可以用换挡模式的我现在可是换挡就比较慢一点是吧 ？OK， 我踩一下不到180的油门
这具2.0公升代号为 WM274的一具涡轮增压的4缸引擎哦，它其实是一个很好养的引擎的，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嘎叫的。它跟那个 W212的1250哦是用的同款的啊，当然不是我前面那款啊，是1250的 W212的 Facelift 2.0的，很耐用的引擎，所以你很少看到那个车会泊在车场这样子哈、真的很耐用。风声也还好嘞，因为之前我驾过Japan Spec 的，没有错的话，这个到120这样子啊，这边会有一点风声，它的塑胶问题啊，老化了啦啊。可是，基本上就是这辆车没有什么晒太阳，我可以这样子讲。你看它的漆也是美美，它的这个灯没有黄啊，然后塑胶那些还没有硬化掉，很美。可是我觉得哦 ，Mercedes-Benz 怎样都好，我觉得放去 Sport Mode 会好驾一点。因为它的 Comfort Mode 真的是太舒服了，所以它的油门反应啦、换挡速度啊，全部都是以舒适为考量啊。它又实在没有什么了，没有 Normal Mode 的哦 ，Mercedes-Benz 不明白哦。然后还有一个 Sport Plus， 虽然这辆车没有 AMG Line， 但是它还是会给你 Sport Plus 加分。关于 Sport Plus 的时候，那个油门是真的是 good 哦。可是涡轮迟缓还是会有一点明显的，因为毕竟它不像 BMW 有那个双涡流嘛，双涡流怎样都 good 的。OK， 这个时候我们来试一下的动力哈，踩完。很定，很舒服，真的没有那种 AMG Line 那种特性哦。AMG Line 就是跳而已啦，很运动化那种啦，很 sport 啦，老人家不喜欢啊。这个我觉得老人家会喜欢，坐下去都不会讲 complain 你的车，我会讲你的车不舒服这样子。OK， 它是好驾的车，它是好驾的车，很舒服的车。而且这个 Sport Plus 你看到吗？它一直在维持着高转哦，它 response 也好一点。不然的话哦，这辆车2000转以下好像是没有什么 response 的。但是如果你问我它真正做到人车一体吗？还差一点点，我给它70%啊。因为毕竟这辆车还轻过 E-Class， 如果这个引擎的动力啊、数据还有这个变速箱放在 E-Class W212 呢，它的调教也是稍微舒服一点，它偏向舒服的。你要 Sport 它给不到你的，反正 C-Class 可以，它车身比较轻啦，车身也比较灵活啊。这具2.0公升的涡轮增压184匹左右是很可以推动的，这辆车没有问题的。OK， 我们还是换回去 Comfort Mode， 和我把那个 Auto Start Stop 给关掉啊。OK。那到头来，这个2016年啊，如果你放在同个年份的 BMW F30上面呢，我们 C200 怎么样都是对标 320i 的啦哈。我们对标330、328也不对了，328讲都是比较高配一点，动力数据也比较强。那320跟328同个年份，你去看回去那个二手价钱哦 ，Mercedes-Benz 都会高出个1万多2万块左右，看车况啊。首先，为什么 W205 这么受欢迎？第一点就是它的内饰咯。OK， 它的设计真的是无可否认很好看。现在2026年了，它看下去都一点都不过时，除了这个荧幕小了一点，没有关系，你也是可以去做升级的。但是对我而言呢，它已经这样精致的东西，你去做升级，换到一个更大的匹配不到，我觉得好像很 aftermarket 这样啊。个人觉得啦，但是如果你有需求，你想要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啊，那你去升级。现在也是外面很多个品牌有做给 Mercedes-Benz， 它的尺寸是刚刚好的。那个，所以很多东西也是可以去玩。你问我现在2026年以这个价钱买回来这辆车值得吗？我觉得是挺值得的，因为这辆车毕竟新车都要200多千啊，虽然掉不多啦，没有亏到太多啦，没有丢到好像那个帕萨酱那时候跌到这样谷底了哈。那还有一点空间，可是挺值得做。第一个就是它 logo 你开出去，样子一定是有，飞行一定是有哈。他的年轻人也是很喜欢他的样子哦。
但是你说以舒适度好做哦，前面是 OK 的，但是后面来讲哦，椅垫就真的是输给 F30了。椅垫是真的稍微短一点，椅背也直了一点，但没关系，这个就要看你取决于你的使用程度了。如果你当时很少载人的话，你买这辆车是足够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有经常载父母的话，我这里有一台E200，空间肯定是比这辆大辆的。但是你别想要把它开成好像 C Class 这么灵活这么好开，还是毕竟偏向于更加舒适的一个设定。这辆车没有 AMG Line OK 吗？也是 OK 的，动力一样，换挡的逻辑速度一样，只是 suspension 跟一些套配件的问题罢了。新款的 Merc 好看吗？ BM 好看吗？我不觉得好看，不懂是我接受不到太夸张的设计了，还是我跟不上时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难看。车反而越圆润哦，它越耐看。你看回去 W211啊 ，Mercedes-Benz E-Class， 哇，圆润的，很耐看的啊。然后你看回去这个 W205也是很耐看的，圆圆的。所以看一个10多20年不是问题的。车又是很奇怪的哦，这个10年设计一个四方，后10年又回去圆形，圆形了之后后10年又再回去一个四方形，所以到头来看起来还是圆润的车会比较耐看，有没有？我这个方向盘的这个设定跟 E-Class 不一样，它比较灵活敏捷一点，真的定位不一样啦，就要看你个人想。你年轻人你就买这个，如果你年轻人有一颗不跑车的心，想要舒服的车 ，E-Class is the best。所以有时候要拿捏啊！哇，真的嘞，我挺喜欢它的这个车的隔音的。虽然它是 C Class， 它还是一个 D segment， 它是归类于 D segment， 跟这个3系列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它外表是小辆过Passat也是 D segment 嘛 ，Camry 也是 D segment，Accord 也是嘛。可是 C Class 跟 F30啊还是比较小辆一点的。空间感肯定是比较逊色一点。那你去到 E-Class 跟5 Series 那个就是 E segment 了，哦，不同 level 了。你不能拿5 Series 跟 E-Class 来跟 Camry 比了，你懂吗？不一样等级的。用着这个价钱买回来，我是很享受这辆车的豪华感啊，看着都舒服啊，内饰很好看的。如果你要这个关起来就很好看的，然后还有一个时钟。而且啊，这个主机的这个功能性也是很多的哦。你这里可以快捷键按一下，你可以去到 Vehicles，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转钮来转。OK， 这个类似像 iDrive 这样的东西哈。Mercedes-Benz 有一个烦人的问题，就是每天会 automatic 关掉这个 recirculation 内循环，你一定要自己手动来关掉，不然你就闻到外面的味道。这个是可能 coding 那边可以做一点东西 ，coding 关掉，或者是这个 auto stop 也给它关掉啊。对，这辆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如果你把那个刹车再踩深一点，再放，它就会有一个 hole 在那个 meter 那边，它就是 auto hold 了啊。当然买回去真的这个东西，如果你跟我买这辆车，我会教你很多那些hidden features 隐藏式的功能啊。为什么我会对 F30跟C Class W205这么有研究？它什么年份会 update 了什么东西？我知道，因为当年在 MCO 之前，我有打算要买这2款车的。那时候我不是做这行业，然后我就会去研究，AMG 跟没有 AMG Line 有什么分别？然后它什么年份做出了什么小改款？为什么它的轮圈不一样呢？我们说回来，这个 W205 C200 T7推出的时候啊，当时配搭是17寸的轮圈啊，很难看的。然后啊，没有 AMG Line 就哇，整个包围啊，全部很多 chrome， 然后后面的 exhaust tip 是没有的，完全没有 exhaust tip 的，是隐藏式的。结果可能好卖啊，然后很多年轻人去做回馈啊，然后结果在15还是16年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小改款。灯没有变，内饰就没有变，那他就把那个包围换了，比较类似像 AMG 的 C200， 然后它的 exhaust tip 就终于有出来了，它很接近 AMG Line 的，但是你两个停在一起，你就知道 AMG Line 跟没有 AMG Line 的外观分别啊，这样都是有分别的那个 bumper。然后它的轮圈哦，这辆车的轮圈升级到18寸了咯，可是就没有这样 sport 啦，没有这样运动化啦。然后 suspension 哦 ，AMG Line 的 suspension 就比较稍微降低了10个mm 左右啊，然后它就 tune 得比较硬一点，比较适合年轻人的。
哎，我们回到了 office 了。Yes， 有兴趣要找这台车，可以跟我讲啊。我是爱的人。ITS 我已经到了这边了。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我们下一节的影片再见。